婆婆一口浓痰吐到了儿媳妇的脸上，呸！不要脸的货，连你公公都不放过，滚！快滚出我们家！公爹一拉老伴的胳膊，大娥，你消消气，孩子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都是为了工作。魏大娥扭过头来，瞪眼瞅着丈夫。好啊，常五贵，你还替他说话哦，心疼啊！我打儿子的时候也没见过你这么关心呢，怎么对这个小贱人却这么上心？难道你还有什么歪歪心思不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哼，谅你也不敢，要不是靠着我爸，你能当官，能有今天吗？这句话呀，魏大娥说了几十年了，是她对丈夫常无贵说的最多的口头禅。现在当着儿媳妇吴小红的面，魏大娥也毫不在意，像是骂牲口一样数落自己的丈夫常无贵。儿媳妇吴小红看着公爹常无贵无奈的样子，心里一阵自责。哎，都怪我自己，本来是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就因为个性耿直，说话得罪了所有的领导和同事，遭到大家的排挤，不得已丢了工作。现在吴小红成了一名保险代理人，专门推销个人保险，首先拿家里人开始。于是他就找到了公爹常五贵，爸，您入一份医疗保险吧。常五贵摸着下巴上的花白胡子茬，想了一想，小红，这个保险我用不着，不过你婆婆她一辈子没上过班，看病报销是个问题，我出钱，给她入一份吧。话音刚落，婆婆魏大娥打完牌回家来了，一听说是要花钱入保险，她是大发雷霆，最后当然是得依着她魏大娥的了。到了晚上，儿子常世国也下班回来了，在自己屋里听妻子说了白天的事之后，他心里也是比较生妈妈的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就是这么个脾气，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常世国搂住妻子的肩膀，小红，你别着急，从明天开始，我抽空帮你找客户。第二天，婆婆魏大娥出门打麻将走了之后，老先生常五贵告诉儿子儿媳，说自己要舍下这张老脸，去帮着吴小红找保险客户。常五贵开始联系以前的老同事、老熟人，可是这些个人啊，一是年龄大了，再就是多数都是退休干部，没人有这方面的需求。这一天，常五贵无精打采的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练书法，猛一抬头，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常五贵先是一愣，紧接着他笑了，很开心。原来这位他认识，是过去自己曾经的秘书，聪明能干的赵雅芳。哎呦，屈指一算有10几年没见面了。小芳，你怎么会来这儿啊？赵雅芳爽朗地笑了，哈哈哈哈，老领导，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呀。常五贵这么一听，用手指点了指点赵雅芳，哎呀，还是这么会说话。你是个大忙人，一定是因为工作的事情过来办事儿的吧？老领导果然是火眼金睛，是啊，我倒不是过来办事，调过来了，刚3天，先各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坐下来一聊近况，常五贵也没隐瞒，就把儿媳妇吴小红丢掉了医生的工作，现在做保险代理人，找客户比较艰难的情况也都说了。没想到赵雅芳听完之后眼睛一亮，老领导，真是巧了，我老公开了一家医院，现在正缺好的外科大夫呢，如果可以，就让您家儿媳妇过去试试吧，只是医院在省城，得看您儿子同不同意了。
常武贵回家跟儿子儿媳一说这事儿，经过一番考虑，小夫妻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夫妻俩需要暂时分开，但是为了长远考虑，还是决定吴小红到省城的私立医院去当医生。婆婆魏大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罕见的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等过了些日子，儿媳妇吴小红在省城的医院正式上班之后，魏大娥悄悄对儿子说：“世国，孩子，离婚吧，吴小红这个女人不可靠，你看结婚好几年了也不下个崽儿，趁着年轻啊，赶快再换一个会下蛋的，妈我也好当奶奶。”妈，您说什么呢？什么会下蛋不会下蛋的啊？我和小红是商量好了，过2年再要孩子，您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魏大娥这么一听更生气了，好啊，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们可太不孝顺了，整天这么闹腾，儿子常世国实在是受不了了，也刚巧有个机会可以借调到省城去工作2年，向单位领导一申请，得到批准，常世国便去省城与妻子会合了。魏大娥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整天拿着老伴常武贵出气。有一天出去打牌，在牌桌上竟然跟牌友吵了起来。牌友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魏大娥是大吵大嚷。可是嚷着嚷着，魏大娥突然不说话了，手里握着2张麻将牌，举起来本来是要投向与他发生冲突的牌友，结果手停在半空，不会动了。紧接着哇的一口呕吐了一片污秽之物，随着便失去了意识，倒地昏迷。有一位老先生有经验，不好，他这是脑溢血，赶快打急救电话。幸好送医及时，经过紧急抢救，魏大娥脱离了生命危险。2周之后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老伴常武贵、儿子常世国、儿媳妇吴小红都在病床边上守着呢。魏大娥心里很明白，但是口齿不清楚，声音很低。首先就后悔没有入那一份医疗保险，这下得花多少钱啊？小红，现在咱还能入上那份保险吗？报销医药费。儿媳妇吴小红赶忙趴到床前，把嘴凑到婆婆的耳边：“妈，您别担心，瞒着您啊，我爸早已经给您入了保险了，您看病的钱都能报销。”魏大娥脸上闪过一丝惊喜，然后就又昏睡了过去。不久，魏大娥就出院了，在家进行康复训练。可惜的是，1年之后，魏大娥2次发病，再也没有抢救过来，就这么离开了人世。到死，魏大娥也不知道儿媳妇吴小红所说的他老伴常武贵已经偷偷给他入了医疗保险的话，完全是善意的谎言。